做自由的模型 TCG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各位分享的是由唯美翻模的新品 HG 精神力扎古。本款模型目前的均价是38元，带水贴的要40块钱。大班的 HG 雷霆咒域 FA78 上一次再版的价格应该是58元，不过后来我记得好像是掉到了原本38还是48的价格了。唯美的这个价格算是和大班之前的 HG FA78 保持了一个标准水平。不过同样是翻模的 HG 模型，这一款精神力扎古整体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剩下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本款模型的盒子是比较割彩的，用的是 MSE 系列的精神力扎古做的封面，盒子的四边也都是如此。而原本大班 HG FA78 用的是早期漫画版本的盒子，和精神力扎古漫画版的封面正好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对决画面，但是唯美的这个封面就不行了。HG 精神力扎古本身的贴纸就很多，这个数量也算是正常，不过裁切的都很歪，而且贴纸也比较硬，粘性比较一般。标配的职业说明书给了1份。本款模型一共是14块板件，量还是比较多的。金属成一色的零件依旧是屎黄色，不过唯美的这个还有点发绿，有点像铜绿色，这个其实挺难看的。小板件部分可以看到这个刻线细节相对来说还算好，后续深线问题不算太大。红色板件的质感就非常差了，表面这种划痕、水纹和磨砂面的状态是非常多的，而且有很多地方是属于一半磨砂，一半还有点光面的状态，观感是非常的不好。同时这种瑕疵有人跟我说是我中奖了，实际上我认为是光线的问题，背光状态确实看不到这些瑕疵，最多就是零件肉一些，但是调整一下光线，这些瑕疵就会非常的明显。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最后拼装的成品效果在部分角度下看着还可以的情况。骨架的灰色板件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不过细节是很肉。单论板件素质表现的话，我认为横向对比的话，也就是现代高翻模的水准很差，或者说也是为了后续所谓的修复版做的一点点准备吧。第一批不做的差一点，怎么给你出修复版呢？确实吧，真狗啊这个厂子。本款模型的内容物还是很丰富的，包括主体、支架、燃料管、一大堆的武器配件以及一些剩余的废件。本款模型我就贴了眼睛和武器准镜的贴纸，前面也是提到了这一次的贴纸会有些硬，还有点歪，粘性也不是特别好，尤其是肩胛或者天线这类转折比较多的部分很容易翘边，如果是平面贴一贴还好，剩下的我个人认为就别去贴了。随后简单的来说一下本款模型的许多问题。首先基础问题就是全身的小喷口都会比较松，这些部分都是需要使用胶水进行加固的，主要集中在了这些部分，也是给各位简单的规划出来了。其实你要说这些部分安装上去掉不掉，它不掉，但是你把玩的时候肯定会碰到，它一碰就肯定会掉，衔接的并不是特别紧实。主体部分需要处理的还包括脖子部分和球形关节连接会非常松，甚至还有些短，可以像我这样填充一点蓝丁胶，增加活动范围以及稳定性。肩部的盾牌和撞钉这两个部分的左右盒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避免后续把玩松脱。手腕部分的零件是很松的，需要进行加固。三元手的连接也会比较松，需要加固。不过好在本款模型的手持武器都能扛得住，塞点蓝泥胶就可以了。胯部零件的卡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扣。大腿根部的零件和 PC 件的衔接会非常差，需要针对下面的这个 PC 件消除一点，再用胶水将这两个零件粘上，避免在活动的时候出现前后松脱。大腿的零件要按照说明书使用 I26。地板件有2个相似的零件，那个是要短一些的。胯部安装支架的卡榫会非常松，建议这个地方也给它塞点东西加固一下。这3个混凝土尾端的左右盒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固定连接件也是需要辅助固定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在制作本款模型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基础问题，供各位参考。剩下的时间就是简单捣鼓本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为了方便把玩，我这边是直接拆出了背包，正好也给有想改造的朋友看一下背包的连接结构。不过这个部分的动力管会直接裸露出来。首先来看一下头部，头部的整体表现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脖子的问题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眼睛的活动是通过了波动底端卡榫进行实现，两侧的动力管防震套的刻线还原的还是比较可以的。在不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头部只能进行左右旋转，上下抬头的可动幅度会比较小。胸部的结构设计就比较简单了，和胯部是通过了大的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弯腰的可动幅度是比较微弱，加上动力管的限制，平转是几乎没有的。肩胛的内部是通过单个 PC 件进行连接，撞钉这边其实还好，盾牌这边对于手臂的可动影响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并且撞钉和盾牌的表面质感都会比较差，这个部分的瑕疵是非常明显的。
肩部可动配合胸部的引束关节处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手肘也是普通的2段式可动，上臂的平转关节也是常规配置。3元手的部分是提供了2对握持手型和1对掌形3元手。前肩胛在活动的过程中是需要注意向两侧给它掰一下，避免刮蹭裆部的碰口。侧肩胛是有轻微的抬起可动，胯部也是连轴的中心卡榫，可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部分的把持力度，即便是在安装了背包以后，也可以实现部分角度的自主站立，稳定性其实还可以。小腿的造型主要是高机动型扎骨的设计，后方的盖板是可以进行展开，膝盖的可动只能达到90度左右，再多就要脱出了，并且下端这个匹配件的安装并不是特别的稳定。脚腕的可动会受到两侧转甲的干涉，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接地性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精神力扎骨的背包是大型燃料罐和各种喷口的组合，并且尺寸也都不小，和主体的安装稳定性没有问题，就是两侧的动力管的安装这个部分容易脱出。HG 的机械臂是通过更换零件实现的展开效果，但是这个部分的匹配件安装相对来说会比较紧，需要注意。更换之后，机械臂的根部是带有一点可动，不过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会有些松，需要加固。前端的夹子也可以挂载本款模型所有的武器配件，但是铁拳火箭弹的握把尺寸相对来说会大一些，需要把夹子往边上掰一掰才能插进去。另外2个燃料管的配件是直接插在了背包上就可以了，并且这个部分是带有锁扣的，稳定性肯定是没有问题。对于下端燃料管的角度正好可以作为本机站立的支架进行使用。剩下的武器配件我认为就不需要再去过多的介绍了，毕竟都属于扎古系列常见的武器配件，而且数量也会很多，给其他的 HG 基地使用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火箭筒的握把、准镜都是带有机手的可动，可玩性也是得到了保障。通过各种零件也可以把这一大堆的武器配件全部安装在燃料管上，不过整体的这个固定都不是特别紧实，建议这些部分都是需要加固处理。本款模型提供的支架地台是比较普通的，接头也可以通过插拔更换角度调整机体的造型，但是中心卡榫和主体的连接会比较松，想要调整位置总是会向一边进行倾斜，加上地台本身实在是太窄了，稳定性是非常差的。本款模型的地台提供的相对来说会很鸡肋。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模型我们就已经简单的介绍完成了。有朋友和我说这一款模型的口碑有点两极分化，有好的有坏的。对此我的回答是，一个30多块钱的翻模 HG 再怎么两极分化，难道还能说成一个质量嘎嘎好堪比完蛋，一个说质量不行不如高高？不过我今天也正好刷到一些粉丝不多的博主去推这类翻模 HG， 那确实能吹。哎呀，那确实可以说是口碑两极分化。其实买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论性价比30多块钱的 HG 精神力扎骨，就算主体做的再垃圾，这一大堆的武器配件也是可以说道的，玩法肯定是够用的。我认为性价比也就高在这里了。至于缺点，垃圾的板件材质、偏弱的细节表现，以及零件上各种乱七八糟的飞边和瑕疵，这些基本上就属于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肯定会存在的。最后我的综合评价是，性价比还可以，组合度也还尚可，小问题会很多，喷口都需要胶水进行固定，武器配件也需要进行加固。处理好这些问题以后，那么这一款 HG 精神力扎骨的把玩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